现在年轻人面对的迷茫无助，我也是经历过的，好不好？我也不是这边站着说话不腰疼我那时候也是觉得说，看房子好像苗头不对，越来越不对劲了。这以前才多少，然后过几年的时间才就又变多少了。那我能够上车，我也是赶快上车啊，不然嘞然后上车到现在，我已经在车上没有错。然后我在看着一大票人还没有房子，好还没挑选，还在那边高楼层那个景观不好看所以我不要面中庭我不要面大楼我不要，不是啊，搞什么？这个好吧，那他们就一直空手下去等未来的社会住宅。反正我买到房子，我们会迁成社会住宅嘛，就这样。可是他们就是丧失了这个资产去膨胀的机会，对不对？所以未来在他这一代如果没有实现这个阶层往上走的，他的下一代会很辛苦真的。先说结论因为通货膨胀的速度，你的薪资会跟不上。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为什么8年级生更敢买房，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为什么买房子能赚钱我们之前有分享过房子的其中一个属性它就是抗通膨抗通膨。那为什么它有这个能力？我跟你分享一下我的看法看你觉得有没有道理我们先讲什么是通货膨胀简单的说就是你以前10块钱买得到的东西，现在20块才买得到。就像我们以前吃鸡排，我国小的时候1块只要30块现在一片70、80。我们在内湖科学园区上班，我还吃过95的也没有比较厉害啊，对不对？工读生也没比较漂亮啊。那这个就是通货膨胀的威力那为什么买房子可以抗通膨？我们要用鸡排来举例这就像你今年买了一块鸡排，然后跟老板讲好分30年分期给他，所以你在30年后那你再付了钱还是当年老板卖给你的这个定价这边就看老板要不要跟你收这个鸡排利息那如果30年后你不想吃鸡排的时候，你是可以用30年后的价格来卖这听起来没感觉来上数据这个是台北市政府的网站叫做台北市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涨跌及购买力换算。有在看股票对这个 CPI 应该都很常常出现嘛，对不对？这个老演员呢好，来，民国82年的100元等于民国112年的155元，这就是通膨的威力。这差很多你不要想说55块这还好吧？你要不要算一下百分比你把这个100元换成鸡排或房子，你就有感觉了。但是你要知道，买房子是抗通膨的好方法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你手上的钱正在慢慢的怎样变薄嘛，而你要打赢通膨的办法就是让资产的累积速度增值速度去超过通膨。好，那去年的通货膨胀的比例是2.5%你看经济日报，好，这个标题叫做连2年物价高涨，2023年全年通膨率2.5%，近15年次高你看。那我就问你啊，你今年的加薪有超过2%吗？不要忘了通膨是每年发生所以你必须要有每年超过2%、2.5%的加薪幅度，你才能对抗通膨。所以一般的那些500大上市公司企业在那边一年调薪调3%，你以为在调什么？还要去调这个通膨好，这个对一般的上班族来说就蛮困难的。所以最好的选择是什么？我说以上班族来说，最好的选择是什么？答案就是买股票。屁我叫买房啊，有跟你讲股票买房子啊，买房子，因为当你买房子的这一刻你就是把你的钱这样换成资产然后就定锚在这一刻你贷款1000万，未来不管多严重，那你就是付这个30年前的1000万再加利息买方要买你的房子，他就是只能付他当下要跟你买房子的钱，他不可能跟你说你这个房子当初你才买1000，那30年后我跟你买1010让你赚10万不可能啊，对啊，你是屋主你也不卖嘛你是买方你这样去要求，没人要卖你嘛所以你一定是卖当时的市场价格所以你要知道，怕买不到房才是让房子变贵的核心原因对会让房子变贵的原因通膨是还好而是大家对通膨的恐慌恐惧感很多人存到一笔钱去买房子那你说他买房子是为了我要对抗通膨我要把我的钱没有哪那么厉害？这个通常都是怎么样说？我靠，这个我再不买，我未来就买不了了，然后房子还更旧，这样，然后赶快去买恐慌性的买房。
这个不止我们之前分享过的艺人或者网红，还有你的最近刚买房的同事也一样，对不对？他们买房子啊，其实有一大半都不是奔着他要赚多少钱去的，他只是会怕日后买不起而已哦，想要让现在手上的钱还能够换成房子，以后可能要加更多的钱才能换房子，所以他就赶快去买哦。这个房子啊，此时对他来说就是他人生的最佳解哦。为什么？因为他太稳健了哦。你去看这几十年的房市，就是长期向上了，有时候会下滑或持平，那个时间也不久啊。最危险的2016年也没事啊哦。那还有这个疫情的时候也没事啊。相对于你想想看，疫情都没事了，那怎样才会有事？我们是不是只剩超大地震的风险跟对面哦？就这样，所以相对于你持有30年来说，这个就没事嘛，所以才会发生说这些握有资产的人跟想要买房自住的人他们都在抢房子都在抢房子，一边是真的是为了要去迎击通膨，然后他要去自产他选了房子，一边是真的他自己要住怕以后买不到房子，他赶快去买房子，这两拨人你看谁的实力强？自产的人啊。结果跟那个自住的一起在抢房子，就会造成房价一直啪就上去这样那就会发生供不应求。那供不应求会发生什么问题？这个你去问你国小的侄子这个房子会越来越贵，然后你越早买你就越保值那解法是什么？早点上车嘛，只要大环境不变那种天灾啊，对面突然过来啊，这种我在会员影片有讲你有兴趣你就去看。对，这我们无法预测的、无法控制，我们就不谈了，我们就控制我们能控制的。早点上车未来的你，感谢现在你的几率一定是比较大的嘛，对啊，讲完了，我们来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为什么买房子能赚钱我先跟你分享什么是通货膨胀。就是你30年前呢，100块才能买得到的东西，30年后要花155块才能买到。而买房可以抗通膨的原因，就是30年前你买了房子，而你这30年就只是要付当时的售价，你欠银行是欠当时价格，然后当时的房贷的数字嘛，对吧？那30年后，人家要跟你买房子他要付的就是现在的价格，一来一往之间价差就会跑出来。而正是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状况，自产的人就去抢房子，然后他边抢房子，又让房子有自住的属性，你知道，就是它是可以拿来住的，然后就让想要买房自住很紧张，然后眼看房价越来越高，这个用力捏下去，然后他就买了，就这样才会造成这个房地产在供不应求，然后就上涨了，那推高房价就这样来的。唯一的解法就是你赶快上车让这个通膨不要去影响到你，或是政府有办法毛起来盖数十万户的社会住宅，或是它是社会住宅的政策推动得很顺利，很多民间那个包租公都来转型成社宅。房子真正核心需求要解的是什么问题？我说政府的立场对国民是居住。你看，你让2万人去睡公园，你看会发生什么事，对不对？一定到警察局去借厕所的，对不对？2万多个人跟你借厕所，你看那个，对啊，那个军队都要出动来维持秩序，就这样啊，所以居住的手段有很多啊，买房子可以住，然后背贷款什么的，租房子可以住，只要能解决居住就好了。然后社会住宅可以住，只是社会住宅好像现在是不够用这样尤其是那位总统落选人，然后一定要自己盖又新又大又漂亮又豪华，地段又完美的，干什么？他自己也讲了，西装裤拿去做内裤，就这样好，那最后我想问你啊，你觉得房子抗通膨的效果好吗？欢迎底下留言跟我分享一下。好，那如果想看我是怎么去挑一间好房子，记得订阅加分享这个频道到你的赖群组、A 片群组也没关系让他们看着我的脸冷静，或是加入频道的会员，我在里面讲很多那种不方便公开的房地产八卦，可以分享给你。讲八卦还是要再讲一次所谓的资产膨胀还是那个例子有听过你就复习，没听过的话你听听看。就是说，假设你现在买1000万的房子你就买了，然后你自备200，你贷款800这很正常嘛，大家版本都是这样嘛好，1000万我看我的赖都来问，都想要买1000万以下的然后2房有车位最好，没车位就算了，就这样。所以大家的总价带现在已经拉到1000万。我说高雄中南部你这样200自备200去买，你贷款8成，好，那便于计算，我们都抓1000，好，那就这样。OK， 好，那
你过了 N 年后，这个 N 年就说不准嘛，可能是3年，可能是5年，可能是8年，随便哈。那这个房子变成1500万，我请问你，这种例子还会少吗？还少吗？对不对？不是大家都这样。你到时候在卖房子的时候，不就卖1500，对不对？你卖了1500万之后，你等于把你的200头期拿回来，好，中间缴的房贷的部位拿回来，我说本金的部位拿回来，好，然后增值的部位拿回来，然后欠银行的把它缴掉、涂销掉，哦，你手上的钱突然会变超过应该是超过800万，哦，应该是这样，这很恐怖呢，哦，这非常的恐怖呢，这个就是资产增值，你去持有它的资格，这个我之前一支影片也有在讲，所以说我们一般人哦，中产阶级哦，大概很喜欢房子，就是这么一回事哦。然后你能买房子，你有到买房子的康涨了哦，其实康涨很低。预售也在买啊，对不对？好，那康涨低，然后就会想要上房地产的车去参与这个膨胀。好，这个膨胀为什么威力那么强？哦，可以赚那么多钱。你假设你花8年，哦，对啊，你的工作也没办法让你赚那么多钱啊，哦，啊，为什么啊？就因为资产在膨胀哦，而且我自己的观察，我怎么感觉通货膨胀有加速的情况哦，加速的情形，那个主计处统计的这个 CPI 好像怪怪的，哦。好，我不是质疑他，我不是质疑政府哈，我何德何能？我只是说生活中的实感哦。以前吃早餐不是这个，以前没多以前，我念大学的时候啊，这个50块的话吃得不错了。我现在吃一吃点一点都100多。好，就这样。好，那你参与了这个资产的膨胀，那房地产哦，魅力就在这里。好，魅力就在这里，所以会造成这么多人前仆后继要进来，就是这样。好，它就能够实现啊，中产阶级哦。我们讲中产阶级大概身家就是1亿以下哦，1亿以下有正常的工作哦，然后有在缴税，然后1亿以下，房地产呢做个20年的周期哦，是可以让它跨过1亿这个阶层的哦。再往上跨，我跟你讲，房地产的占比会降低。会降低，为什么？因为房地产它还是一个防御性的资产，防御性。这就像说你身上假设你拼死拼活，你这几年下来，你存款只有50万哦，只有50万的话，你敢不敢把50万拿去投股票？敢不敢？你不敢嘛，对吧？我那么 all in 下去要是有3长2短我就会去。但是啊，如果你今天跨过中产阶级的 level， 那就变成说，好，你现在身上。总共资产的话，大概有个不含房子那你其他东西加一加，你大概现金的部位就还有4000多万，你敢不敢拿500万去买股票？你就敢了，对不对？此时那个500万的股票，你就很敢冲，对，然后在股票的占比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你会觉得房地产好像还好增值很慢这样，而且你跨到那个 level 了你那个贷款大概都用完了，你就享受不到。人家说贷款8成第2间就7成嘛，第3间的话只能贷款4成嘛，然后你家人大概都是这个情况接下来你的钱就会去找其他去处了，你就不会选房地产开始会往那个股票金融资产的这个方向去前进对啊，但是最难的就是这里啊，就是从不到1亿要跨过1亿啊，最难的就是这里啊，我认为就要花1代人的时间去完成，1代人所以你也不要想说。我现在没有，然后经过我的努力可以在我这代之内变得好几百亿的身家，应该是不太可能，对不对？那天选之人才有办法，1代人的时间大概就是完成这个初级跨越，跨过1亿，那就这样了你这代就这样了，那你给你的儿子女儿很好的起点，接下来就是他们的人生，他们要去处理的，他们也能不能守住这1亿都是问题就看你的家庭教育扯远了，反正就是这样房地产对中产阶级1亿以下的身家来讲真的是跨越阶层一个很好很稳健的工具。为什么？因为政府保你什么？保你贷款8成，他不能去动这个东西，你知道？政府去动这个东西的话，请问谁还有实力买？年轻人都上不了车啊！现在头期要200，假设他去限制贷款首购就变成。头期款要准备5成，好，就会把首购自住需求年限隔绝在市场之外。请问此时市场还有谁有实力买不就那些自产的？对啊，这样一定会引起民怨的。所以你要趁着这个政府怎么做都不对的时候，就是他去照顾哪一方都会被骂的这个尴尬的局面的时候，你赶快上车你赶快上车，你先在车上，你管他以后政策怎么改？为什么？因为房地产就是有居住的需求。蛋黄区它之所以是蛋黄区，它有原因的，有办法去逼近蛋黄，或是你的眼光毒辣、眼光精准，你去采到未来的蛋黄，
对啊，那你就顾好这间房子，或是实力够就加码几千吧。那你在你这一代人之内，你看能不能实现就跨越到1亿的这个阶层跨越，应该是做得到了。为什么？因为通膨太严重，真的非常严重所以你不要想说，我们现在讲2024的1亿到2054往后30年，这个1亿可能要讲起来，它体感就像今天的那5000万，我看都不为过，所以应该蛮好跨越的房地产房地产，我为什么这么推荐房地产它就很稳健啊买房子是不会死人的，可是买股票可能会翻车。你买期货应该早就被抬出去了虚拟货币那个更不要讲了。对，房子它又有自住的需求，你没在用你可以出租，对不对？它会生现金流给你，很稳健的东西。所以就是这样通膨啦，货币贬值啦，少子化啦这复杂的因素一起考量。我还是会说，以现在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来看，买房子的赢面比较大的赢面大很多。我到现在还在讲买房子，然后2024年还有人手上没房子，这都很奇怪的事情。你有在关注房地产，你应该早就在车上才对不会到现在两手空空，然后还在那边看房子，除非你就刚退伍嘛不然的话真的是不太应该真的是怪怪的。如果你有在关注房地产的话，想办法都已经在车上了，这样才对跟你分享。这不好听可是就是这样现在年轻人面对的迷茫无助，我也是经历过的，好不好？我也不是这边站着说话不腰疼我那时候也是觉得说，看房子好像苗头不对，越来越不对劲了。这以前才多少，然后过几年的时间才就又变多少了。那我能够上车，我也是赶快上车不然嘞然后上车到现在，我已经在车上没有错。然后我在看着一大票人还没有房子，还在那边挑选，还在那边高楼层那个景观不好看所以我不要面中庭我不要面大楼我不要，不是搞什么？这个好吧，那他们就一直空手下去等未来的社会住宅。反正我买到房子，我们会迁成社会住宅嘛，就这样。可是他们就是丧失了这个资产去膨胀的机会，对不对？所以未来在他这一代如果没有实现这个阶层往上走的，他的下一代会很辛苦真的。影片看完了我是买房阿元我跟你讲买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的难度绝对不亚于你去追女朋友。你看再多的浪漫爱情电影、偶像剧，听再多的两性专家分析，都绝对比不上你直接去追看女生反正不是得到就是学到。那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也一样。你听我在这边讲这个房子不能买那个房子适合自住这个房子可以，这个投报不错。就算你再听了100集，你手上也不会凭空变出一间房子所以你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下场去看房子你先看再说那你才会知道哪一种房子适合你。长期资产买下来你不会怕。为什么我会说买房子跟追女生很像你看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在交往之前东挑西挑，条件超级之高，对另一半的要求超级之多男的他就要另一半怎样，肤白貌美大长腿，女的就要男生怎么样，温柔多金8块腹肌。那最后你去看这个要求最多的同学他的对象是不是跟他当初设定的其实差别蛮远的？买房子也是很多新手在买房子的时候也都一堆幻想什么坪数要大，总价要低，景观要好，屋龄要轻。那这种稳赚不赔顶级物件其实根本不会轮到你跟我来买。那所以只有你真的下场了你真的开始去看房子，你才感受到市场的温度，你才会知道说哪一种房子是你可以买，而且你愿意买那你买了以后你不会怕的。那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去找到一位信任的房仲，就带你去看，帮你完成买房子交易。这个房仲的角色其实真的很像媒婆。例如今天你要找另一半就算你不知道哪边可以找对象，你还是可以玩交友软体但是房子它不会主动跟你聊天。59以上房子那么多间，你24小时在那边刷你也刷不完。那最有效率 CP 值最高的方式就是你把你的需求资产需求你告诉你信任的房仲，那他来帮你媒合房子。像我买高雄的房子也都是配合这个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配合超久了，超过10年，我没骗你。那人家就是在地经营嘛，就是专业那我跟他要房子他也都会先过滤适合自产的，他才会 po 给我，也不会强迫推销那你只要考虑这个房子你能不能接受，
啊，这样就好了哦，非常的 OK。我是相当信任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自己有买卖过，那我才推荐给你的，而且买卖超过10年了哦。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哦，我不骗你。在高雄不止台积电哦，各项重大建设也都在盖。如果你要自产高雄，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非常久了。非常的尽心负责，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哦。反正自产高雄，你有房子要买或是要卖啊，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买房阿元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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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啊，那马上你就可以看到他会 po 给你那个适合自产的房子。但是我知道台北人。怎么样？天龙人很多，我的观众还是中型台北，那你就加另一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就买台北的意思。这位我以前不敢 po 出来那这位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导师，非常厉害的等级他店在信义区，他平常主要都是服务台北市超高资产的客户台北市的房地产跟重大建设，我有不懂我也是问他，所以不管你要自产台北、新北或者你房子要给他们卖也都可以啦。那不过我要提醒一下既然你都敢去看台北市了，那你的实力就要够你不要没多少钱，你说你要自产台北就去闹我前辈那边你实力就要够不要没多少预算那边跑去闹这样我真的会被他骂。那我台北、高雄的口袋名单我都推荐给你了那自产台北你就加 LINE。我再说一次高雄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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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那台北的 LINE 是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最后记得好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合法缴税。额外提醒，欢迎加入我买房阿元的付费频道会员，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OK。